一春，朱自清。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2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得像火，粉得像霞，白得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着。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3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房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筋骨，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2济南的冬天，老舍。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只有北边缺着点口。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它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
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季色儿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回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平柳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中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谁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呢。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小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3.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已经隔了7、8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幽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的远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引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倒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节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它。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贤，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和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原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鼻骨，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他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3、4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10只，装在插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叔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叔塾。也许是因为把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贱婢的娘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be， 我的蟋蟀们 ，Abe， 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3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3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逝了。我很想详细的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疏，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绝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3言到5言，终于到7言。3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
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那里去了。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掘土下上上错觉共包毛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婆罗，颠倒淋漓衣，千杯未醉喝。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扬起摇着，向后熬过去，熬过去。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支架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做金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9月18日，4，海伦·凯勒老师安妮·沙利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是1887年3月3日，当时我才6岁零9个月。回想此前和此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能不感叹万分。那天下午，我默默地站在走廊上，从母亲的手势以及家人匆匆忙忙的样子，猜想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要发生，因此我安静地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等待着。下午的阳光穿透遮满阳台的金银花叶子，照射到我仰着的脸上。我的手指搓捻着花叶，抚弄着那些为迎接南方春天而绽开的花朵。我不知道未来将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当时的我，经过数个星期的愤怒、苦恼，已经疲倦不堪了。朋友，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在雾中神情紧张地驾驶着一条大船，小心翼翼地缓慢地向对岸驶去，你的心砰砰直跳，唯恐意外发生在未受教育之前。我正像大雾中的航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探测仪，无从知道海港已经非常临近。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恰恰正在此时，爱的光明照在了我的身上。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以为是母亲。我立刻伸出双手，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我似乎能感觉得到，他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安妮·沙利文老师。第二天早晨，沙利文老师带我到他的房间，给了我一个洋娃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百金斯忙入学校的学生赠送的。衣服是由年老的罗拉亲手缝制的。我玩了一会儿洋娃娃，沙利文小姐拉起我的手，在手掌上慢慢地拼写 doll 这个词。这个举动让我对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模仿在他手上画。当我最后能正确地拼写这个词时，我自豪极了，高兴的脸都涨红了，立即跑下楼去，找到母亲，拼写给她看。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在写字，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文字这种东西。我不过是一样画葫芦，模仿沙利文老师的动作而已。从此以后，以这种不求甚解的方式，我学会了拼写针、pin、杯子、cup、
以及坐 sit、站 stand、行 walk 这些词。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是在老师教了我几个星期以后，我才领悟到的。有一天，沙利文小姐给我一个更大的新洋娃娃，同时也把原来那个布娃娃拿来放在我的膝上，然后在我手上拼写 doll 这个词，用意在于告诉我这个大的布娃娃和小布娃娃一样都叫做 doll。这天上午，我和沙利文老师为杯和水这两个字发生了争执，他想让我懂得杯是杯，水是水，而我却把两者混为一谈，杯也是水，水也是杯。他没有办法，只好暂时丢开这个问题，重新练习布娃娃 doll 这个词。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抓起新洋娃娃就往地上摔，把它摔碎了，心中觉得特别痛快。发这种脾气，我既不惭愧，也不悔恨。我对洋娃娃并没有爱，在我的那个寂静而又黑暗的世界里，根本就不会有温柔和同情。沙利文小姐把可怜的洋娃娃的碎布扫到炉子边，然后把我的帽子递给我。我知道又可以到外面暖和的阳光里去了。我们沿着小路散步到井房，房顶上盛开的金银花芬芳扑鼻。沙利文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喷水口下，一股清凉的水在我手上流过。他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 water 水，字起先写得很慢，第二遍就写得快一些。我静静地站着，注意他手指的动作。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有股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激荡。我一下子理解了语言文字的奥秘了，知道了水这个字就是正在我手上流过的这种清凉而奇妙的东西。水唤醒了我的灵魂，并给予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井房的经历使我求知的欲望油然而生。啊，原来宇宙万物都各有名称，每个名称都能启发我新的思想。我开始以充满新奇的眼光看待每一样东西。回到屋里，碰到的东西似乎都有了生命。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摔碎的洋娃娃，摸索着来到炉子跟前，捡起碎片想把它们拼凑起来，但怎么也拼不好。想起刚才的所作所为，我悔恨莫及，两眼浸满了泪水。这是生平第一次。那一天，我学会了不少字，譬如父亲 father、母亲 mother、妹妹 sister、老师 teacher 等。这些字使整个世界在我面前变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记得那个美好的夜晚，我独自躺在床上，心中充满了喜悦，期盼着新的一天快些来到。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孩子吗？5. 植树的牧羊人。让乔诺。想真正了解一个人，要长期观察他所做的事。如果他慷慨无私，不图回报，还给这世界留下了许多，那就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那是在1913年，我走进法国普洛旺斯地区，在游人稀少的阿尔卑斯山地做了一次旅行。这里海拔1200-300米，一眼望去，到处是荒地，光秃秃的山上，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野生的薰衣草。在无边无际的荒野中，我走了3天，终于来到一个废弃的村庄前。我在倒塌的房屋旁边支起帐篷。从前一天晚上起，就没有水喝了。现在，我必须去找点儿水。我猜想，这里虽然成了废墟，但是，像马蜂窝一样，一间挨一间的房子周围，总会有一口水井，或是一眼泉水吧。我确实找到了一个泉眼，可惜已经干涸了。这里有5-6栋没了屋顶的房子，任由风吹雨打。旁边还有一座教堂，钟楼也已经坍塌了。这一切让人能想象出当时人们在这里生活的情景。如今却一点生气也没有了。那是6月晴朗的一天，太阳快要把人烤焦了。在毫无遮拦的高地上，
风吹得人东倒西歪，狂风呼啸着穿过破房子的缝隙，像一只饥饿的野兽发出吼叫。我也打消了在这里过夜的念头，继续向前走了5个小时，我还是没有找到水，连一点希望都没有。到处是干旱的土地和杂草，我看见远处有一个人影。开始，我以为是一棵枯树，但没有选择，我还是朝那儿走了过去。原来是一个牧羊人，他周围还有30来只羊，懒懒地卧在滚烫的山地上。牧羊人让我喝了水壶里的水，又带我去了他山上的小屋。他从一口深井里给我打了一些水，井水甜丝丝的井台上装着简单的吊绳。这个男人不太爱说话，独自生活的人往往这样。不过，他显得自信、平和。在我眼里，他就像这块不毛之地上涌出的神秘泉水。他不住帐篷，而是住在一座结实的石头房子里。看得出，他是一点一点地把一座破旧的房子修整成现在的样子的。屋顶很严实，一滴雨水也不漏。风吹在瓦上，发出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房间里收拾得很整齐，餐具洗得干干净净，地板上没有一点灰尘，猎枪也上过了油。炉子上还煮着一锅热腾腾的汤，看得出他刚刮过胡子。他的衣服扣子缝得结结实实，补丁的针脚也很细，几乎看不出来。我们一起喝了热汤，饭后我要把烟袋递给他，可是他回答说不吸烟。他的那条大狗也像主人一样安静、忠厚、不张扬。牧羊人拿出一个袋子，从里面倒出一堆橡子，散在桌上，接着一颗一颗仔细地挑选起来。他要把好的橡子和坏的橡子分开。我抽着烟，想帮他挑，但他说不用我帮忙。看他挑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我也就不再坚持了。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交流。过了一会儿，他挑出了一小堆好的橡子，每一颗都很饱满。接着，他按10个一堆把它们分开。他一边数，一边又把盖儿小的或者有裂缝的捡了出去。最后，挑出了100颗又大又好的橡子。他停下手来，我们就去睡了。和牧羊人待在一起，让人心里很平静。第2天，我向他提出要在他家里再住1天，不是我需要休息，而是我很好奇，想知道更多牧羊人的事情。他痛快地答应了。我感觉没有什么事能打乱他的生活。他要赶着羊群去吃草了。出发前，他把装着橡子的袋子在水里泡了一下。我看到他没有带木棍，而是拿了一根1米半长、大拇指粗的铁棒。我假装随便溜达，走在和他平行的山路上。羊吃草的地方在一个山窝里。牧羊人让大狗看着羊群，然后爬到我站的地方。我以为他要来说我，嫌我一直跟着他，可是他没有。这本来就是他要走的路。他还说，如果我没事，可以和他一起去。我们沿着山路又向上爬了大约200米。他停了下来，用铁棍在地上戳了一个坑，然后他轻轻地往坑里放一颗橡子，再仔细盖上泥土。他是在种橡树。我问他，这块地是你的吗？他摇摇头说，不是。那是谁的地？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他说不知道。看起来他并不在意，他只是一心一意地把100颗橡子都种了下去。吃过午饭，他又开始选橡子。趁这个机会，我刨根问底，才从他嘴里知道了一些事。3年来，他一直这样一个人种着树。他已经种下了10万颗橡子。在这10万颗橡子中，有2万颗发了芽，而在这2万棵树苗中，有将近一半可能会被动物咬坏，或是因为其他原因死掉。剩下的1万棵树苗会在这光秃秃的土地上扎根，长成大树。听到这儿，
我开始琢磨牧羊人的年龄，他看上去50多岁了。他说他55岁，叫艾利泽布菲，原来生活在山下，有自己的农场。可是他先是失去了独子，接着妻子也去世了。他选择了一个人生活，与羊群和狗作伴，平静地看着日子一天天地流走。他说，这地方缺少树，没有树就不会有生命。他决定，既然没有重要的事情做，就动手种树吧。第3天，我和牧羊人道了别。这样过了1年，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应征入伍，在军队里待了5年。战争结束了，我只得到一笔微薄的酬劳，好想去呼吸一下纯净的空气啊！不由得我又踏上了去往那片高原的路。这一带乍看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当我来到那个废弃的村庄旁，向远处望去，看到了一片灰灰的薄雾，像地毯一样铺在高原上。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又想起了那个植树的牧羊人。我想，那1万棵橡树应该已经长成一大片树林了吧？牧羊人还活着，而且身体还很硬朗。现在他不再放羊，他说，羊吃树苗就不养羊了，只留下了4只母羊。他添置了100来个蜂箱，改养蜜蜂了。战争并没有扰乱他的生活，他一直在种树，种橡树，种山毛榉，还种白桦树。1910年种的橡树已经长得比我都高，真让人不敢相信。我吃惊地说不出话来，他还是那么沉默寡言。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在他种的森林里转悠了一整天。这片树林分为3大块，最大的一块有11公里宽。当我想到眼前的一切不是靠什么先进的技术，而是靠一个人的双手和毅力造就的，我才明白，人类除了毁灭，还可以像上帝一样创造。这个男人坚持做着自己想做的事。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山毛榉树林，就是证明它们长得足足有我肩膀这么高了。那一大片的橡树也长得很茂盛，不用再担心被动物吃掉了。就算老天爷想把这杰作毁掉，也只能求助龙卷风了。他还指着一片白桦林说，这是5年前种的。他认为谷底比较湿润，就把白桦树种在那里。他是对的，这些白桦树颗颗鲜嫩挺拔，像笔直站立的少年一样。路过山下村子的时候，我在这个曾经干旱无比的地方看到了溪水。这是老人种树带来的连锁效应，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奇迹。从1920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去看望这位种树的老人。我从没见过他有任何怀疑或动摇，只有天知道这有多难。1945年的6月，我最后一次见到植树的老人，那年他已87岁了。我再次踏上这条通往荒原的路，我完全认不出这条我曾经走过的路了。一切都变了，连空气也不一样了。以前那种猛烈而干燥的风，变成了飘着香气的微风，高处传来流水般的声音，那是风穿过树林的响声。昔日的荒地如今生机勃勃，成为一片沃土。1913年我来时见到的废墟上建起了干净的农舍，看得出人们生活的幸福、舒适。树林留住了雨水和雪水，干涸已久的地里又冒出了泉水。人们挖了水渠，农场边上枫树林里流淌着源源不断的泉水，浇灌着长在周围的鲜嫩薄荷。那些废弃的村子一点点重建起来，从地价昂贵的城市搬到这里安家的人带来了青春和活力，还有探索新生活的勇气。一路上，我碰到许多健康的男男女女，孩子们的笑声又开始在热闹的乡村聚会上飘荡。一直住在这里的老一辈人已经被舒适的新生活改变了，加上新来的居民，1万多口人的幸福生活都源于这位叫艾利泽布菲的老人。每当我想到这位老人，他靠一个人的体力与毅力
把这片荒漠变成了绿洲。我就觉得人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啊！可是，想到要做成这样一件事，需要怎样的毅力，怎样的无私，我就从心底里对这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的农民感到无限的敬佩。他做到了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的事。6. 猫，郑振铎。我家养了好几次猫，结局总是失踪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欢猫的，她常在课后回家时逗着猫玩。有一次，从隔壁要了一只新生的猫来，花白的毛，很活泼，如带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常在廊前太阳光里滚来滚去。三妹常常取了一条红带或一根绳子，在她面前来回的拖摇着，她便扑过来抢，又扑过去抢。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可以微笑着消耗过1-2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后来这只猫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东西，光泽的毛已乌色了，终日躺在厅上的椅下，不肯出来。三妹想着种种方法逗它，它都不理会。我们都很替它忧郁。三妹特地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铜铃，用红领带穿了，挂在它颈下，但只显得不相称。它只是毫无生意的、懒惰的、郁闷地躺着。有一天中午，我从编译所回来，三妹很难过地说道：“哥哥，小猫死了。”我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心，可怜这2月来相伴的小吕，当时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紧，我再向别处要一只来给你。”隔了几天，二妹从虹口舅舅家里回来，她道：“舅舅那里有3、4只小猫，很有趣，正要送给人家。”三妹便怂恿着她去拿一只来礼拜天。母亲回来了，却带了一只浑身黄色的小猫童来。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这只黄色小猫吸引去了。这只小猫较第一只更有趣，更活泼。它在园中乱跑，又会爬树，有时蝴蝶安详地飞过时，它也会扑过去捉。它似乎太活泼了，一点也不怕生人。有时由树上跃到墙上，又跑到街上，在那里晒太阳。我们都很为它提心吊胆，一天都要小猫呢，小猫呢，查问的好几次，每次总要寻找了一回，方才寻到。三妹常指它，笑着骂道：“你这小猫呀，要被乞丐捉去后才不会乱跑呢。”我回家吃中饭，总看见它坐在铁门外边，一见我进门，便飞也似的跑进去了。饭后的娱乐是看它在爬树，隐身在阳光隐约里的绿叶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么似的。把它抱了下来，一放手，又极快地爬上去了。过了2、3个月，它会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只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间便不再听见讨厌的吱吱的声了。某一日清晨，我起床来，披了衣下楼，没有看见小猫，在小园里找了一遍也不见，心里便有些亡失的预警。三妹，小猫呢？她慌忙地跑下楼来，答道：“我刚才也寻了一遍，没有看见。”家里的人都忙乱地在寻找，但终于不见。李嫂道：“我一早起来开门，还见她在厅上烧饭时，才不见了她。”大家都不高兴，好像亡失了一个亲爱的同伴。连向来不大喜欢他的张婶也说：“可惜，可惜，这样好的一只小猫。”我心里还有一线希望，以为它偶然跑到远处去，也许会认得归途的午饭时，张婶诉说道：“刚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头，她说早上看见我家的小猫在门外，被一个过路的人捉去了。”于是这个王师证实了三妹很不高兴的咕噜着道：“他们看见了，为什么不出来阻止？他们明晓得他是我家的。”我也怅然的
愤恨的在诅骂着那个不知名的夺去我们所爱的东西的人。自此，我家好久不养猫。冬天的早晨，门口全伏着一只很可怜的小猫，毛色是花白，但并不好看又很瘦。它伏着不去，我们如不取来留养，至少也要为冬寒与饥饿所杀。张婶把它拾了进来，每天给它饭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欢它。它不活泼，也不像别的小猫只喜欢玩游，好像是具着天生的忧郁性似的。连三妹那样爱猫的，对于它也不加注意。如此的，过了几个月，它在我家仍是一只若有若无的动物。它渐渐的肥胖了，但仍不活泼。大家在廊前晒太阳闲谈着时，它也常来蜷伏在母亲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时也逗着它玩，但没有对于前几只小猫那样感兴趣。有一天，它因夜里冷，钻到火炉底下去，毛被烧脱好几块，更觉得难看了。春天来了，它成了一只壮猫了，却仍不改它的忧郁性，也不去捉鼠，终日懒惰地伏着，吃得胖胖的。这时，妻买了一对黄色的芙蓉鸟来，挂在廊前，叫得很好听。妻常常叮嘱着张婶换水加鸟粮，洗刷笼子。那只花白猫对于这一对黄鸟，似乎也特别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对鸟笼凝望着。妻道：“张婶，留心猫，它会吃鸟呢。”张婶便跑来把猫捉了去。隔一会，它又跳上桌子，对鸟笼凝望着了。一天，我下楼时，听见张婶在叫道：“鸟死了一只，一条腿被咬去了。笼斑上都是血，是什么东西把它咬死的？”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只鸟是死了，羽毛松散着，好像它曾与它的敌人挣扎了许久。我很愤怒，叫道：“一定是猫，一定是猫！”于是立刻便去找它。妻听见了，也匆匆地跑下来，看了死鸟，很难过，便道：“不是这猫咬死的，还有谁？”他常常对鸟笼望着。我早就叫张婶要小心了。张婶，你为什么不小心？张婶默默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于是猫的罪状证实了，大家都去找这可厌的猫，想给它以一顿惩戒，找了半天，却没找到。我以为它真是畏罪潜逃了。三妹在楼上叫道：“猫在这里了。”它躺在露台板上晒太阳，态度很安详，嘴里好像还在吃着什么。我想，它一定是在吃着这可怜的鸟的腿了。一时怒气冲天，拿起楼门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过去打了一下。它很悲楚地叫了一声“咪呜”，便逃到屋瓦上了。我心里还愤愤的，以为惩戒的还没有快意。隔了几天，李嫂在楼下叫道：“猫，猫又来吃鸟了。”同时，我看见一只黑猫飞快地逃过露台，嘴里衔着一只黄鸟。我开始觉得我是错了，我心里十分的难过。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我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冤苦了一只不能说话变速的动物。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亦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的良心的针。我很想补救我的过失，但它是不能说话的。我将怎样的对它表白我的误解呢？2个月后，我们的猫忽然死在邻家的屋脊上。我对于它的亡失，比以前的2只猫的亡失更难过得多。我永无改正我的过失的机会了。自此，我家永不养猫。7狼蒲松龄，一途晚归，肝中肉尽，只有剩骨途中2狼，坠行甚远。图句：头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复投之，后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尽矣，而2狼之病躯如故。图大窘，恐前后受其敌故，也有脉长，场主积心其中，
山壁成丘，徒乃奔以其下，持单持刀，狼不敢前，单单相向。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四明，一侠甚图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数刀毙之。方欲行，转视机心后，一狼动其中，亦将遂入以攻其后也。身以半入，指鹿尻尾，徒自后断其骨，亦毙之。乃悟前狼假寐盖以诱敌，狼亦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只增笑耳。8.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萧红。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鲁迅先生走路很清洁，尤其他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差不多1个钟头的功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12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道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11点半了，11点45分了，电车没有了，反正以12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儿。许先生如此劝着，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1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逼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太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1、2下，就算料事。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英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客厅后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上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他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1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他只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一点补足。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10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的是很好的，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盒子，又做过荷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的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因为鲁迅先生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皮子，每味要丸1、2粒。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笑对着瞿秋白的《海上树林》，
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了。”我说：“来了。”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鲁迅先生就问我：“有什么事吗？”我说：“天晴了，太阳出来了。”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青年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3遍5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功夫，他不管，反正这费的功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斗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一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许先生倒很生气。鲁迅先生出书的笑样，都用来开桌子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笑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笑样纸。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的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来了客人，还要到街上去买鱼或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子，来到邮局或者大路新村旁边的信筒那里去。落着雨的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些是白了的。夜里去看电影，是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1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人夫人、海英、周建人先生的3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还有别的1、2位朋友在后边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英，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20-30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海英不安地来回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地坐下。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鲁迅先生从下午2、3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5点钟，陪到6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8点钟
10点钟，常常陪到12点钟，从下午2、3点钟起，陪到夜里12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合一合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6、7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海英这时也在3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飒飒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海英从3楼下来，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轻一点走，轻一点走。”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边睡着了。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海英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许先生又给海英一个，海英一吃又是不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英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是不新鲜的。鲁迅先生说，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哪怕一点点小事，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要包到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起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就是包着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圈了一个圈。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徐腾老医生是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叫海上树林的笑样，印科勒惠芝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30年级及鲁迅全集。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为鲁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然了。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9. 阿长与山海经。鲁迅，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的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银属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做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查查，向人们低声叙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亦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查查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他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就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他呢不动，叫他呢也不闻。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吧？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吧？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的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但是他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唐菩萨。然而他进来，又将一个福局放在床头了。干儿，你牢牢记住，他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吗？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他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他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他时，只见他惶急地看着我，他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阿妈，恭喜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他于是十分欢喜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局元旦劈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他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捡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
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繁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然而我有意识也对他发生过空前的敬意。他常常对我讲长毛，他之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他说的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他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吧。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害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啊呀，害死我了，害死我了。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他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撸的撸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撸，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他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痔疮疤。那里的话，他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吗？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他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他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他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他谋害了我的银鼠之后。那时就极严重的诘问，而且当面叫他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惮他什么呢？但当我哀悼银鼠，给他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樱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志意和是贴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角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的回答我。最前还有几百文，买吧，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
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他说过的。我知道他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他说了。过了10多天或者1个月吧，我还记得，是他告假回家以后的4、5天，他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有画的《三亨经》，我给你买来了。”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4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9头的蛇果然都在内，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他却能够做成功，他却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银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这4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却是人面的兽、9头的蛇、1角的牛、带子似的地浆，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其为口，还要执干七而舞的刑天。此后我就更起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从画和诗画坊。《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的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好一行书，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我的保姆、长妈妈及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30年了吧。我终于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他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人后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最苦和最乐。梁启超，人生什么是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了的责任。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做分外希望，虽然失意不苦。老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纵然不见他的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因为自己对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不独是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一日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夜里头，便是过的苦痛日子；一生应尽的责任没有尽，便死也带着苦痛往坟墓里去。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困老死可以达观排解得来。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若有苦痛，当然没有比这个加重的了。翻过来看，什么是最快乐呢？自然责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古语说得好，
如释重负。俗语一说是，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人到这个时候，那种轻松愉快，只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越久，尝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真乐。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却是不尽责任，受良心责备，这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一番过去，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快乐之泉，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说，无入而不自得，正是这种作用。然则为什么孟子又说君子有终身之忧呢？因为越是圣贤豪杰，他负的责任越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这种重责任来揽在身上，肩头的担子从没有放下的时节。曾子还说哩，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人人治世的忧民忧国，那诸圣诸佛的悲天悯人，虽说他是一辈子感受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里尽责任，便日日在那里得苦中真乐，所以他到底还是乐，不是苦呀。有人说，既然这苦是从负责任而生的，我若是将责任卸却，岂不是就永远没有苦了吗？这却不然，责任是要解除了才没有，并不是卸了就没有。人生若能永远像2、3岁小孩，本来没有责任，那就本来没有苦。到了长成，责任自然压在你的肩头上，如何能躲？不过有大小的分别罢了。尽得大的责任，就得大快乐；尽得小的责任，就得小快乐。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远不能解除了。11，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像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12伟大的悲剧。茨威格。1912年1月16日这一天，斯科特一行清晨启程，出发的比平时更早，为的是能早一点看到无比美丽的秘密。焦急的心情把他们早早地从自己的睡袋中了出来。到中午，这5个坚持不懈的人已走了14公里。他们热情高涨地行走在荒无人迹的白色雪原上，因为现在再也不可能达不到目的地了。为人类所做的决定性的业绩几乎已经完成。可是突然之间，伙伴之一的鲍尔斯变得不安起来，他的眼睛紧紧盯着无垠雪地上的一个小小的黑点。他不敢把自己的猜想说出来，可能已经有人在这里树立了一个路标，但现在其他的人也都可怕地想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心在战栗，只不过还想尽量安慰自己罢了。就像鲁滨孙在荒岛上发现陌生人的脚印时，竭力想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脚印一样，其实他们心中早已明白，以阿蒙森为首的挪威人已在他们之先到过这里了。没过多久，他们发现雪地上插着一根滑雪杆，上面绑着一面黑旗，周围是他人扎过营地的残迹、滑雪板的痕迹和许多狗的足迹。在这严酷的事实面前，也就不必再怀疑，阿蒙森在这里扎过营地了。千万年来人迹未至，或者说太古以来从未被世人瞧见过的地球的南极点，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即1个月内2次被人发现。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最不可思议的事。而他们恰恰是第2批到达的人，他们仅仅迟到了1个月。虽然昔日逝去的光阴数以几百万个月计，但现在迟到的这1个月却显得太晚太晚了。对人类来说，第1个到达者拥有一切，
第二个到达者什么也不是，一切努力成了徒劳，历尽千辛万苦显得十分可笑。几星期、几个月、几年的希望简直可以说是癫狂，历尽千辛万苦，无尽的痛苦烦恼，风餐露宿，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这些梦想，可现在这些梦想全完了。斯科特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泪水从他们的眼睛里夺眶而出，尽管精疲力竭，这天晚上他们还是夜不成眠，他们像被判了刑似的失去希望，闷闷不乐地继续走着那一段到极点去的最后路程，而他们原先想的是欢呼着冲向那里，他们谁也不想安慰别人，只是默默地拖着自己的脚步往前走。1月18日，斯科特海军上校和他的4名伙伴到达极点。由于他已不再是第一个到达这里的人，所以这里的一切并没有使他觉得十分耀眼。他只用冷漠的眼睛看了看这块伤心的地方，这里看不到任何东西，和前几天令人毛骨悚然的单调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关于极点的全部描写，他们在那里发现的唯一不寻常的东西，不是由自然界造成的，而是由角逐的对手造成的，那就是飘扬着挪威国旗的阿蒙森的帐篷。挪威国旗耀武扬威，洋洋得意地在这被人类冲破的堡垒上猎猎作响。他的占领者还在这里留下一封信，等待着这个不相识的第二名的到来。他相信这第二名一定会随他之后到达这里，所以他请他把那封信带给挪威的哈康国王。斯科特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要忠实地去履行这一最冷酷无情的职责，在世界面前为另一个人完成的业绩作证，而这一事业正是他自己所热烈追求的。他们样样不乐地在阿蒙森的胜利旗帜旁边插上英国国旗，一面姗姗来迟的联合王国的国旗，然后离开了这块辜负了他们雄心壮志的地方。在他们身后刮来凛冽的寒风，斯科特怀着不祥的预感在日记中写道，回去的路使我感到非常可怕，回来的路程危险增加了10倍。在前往极点的途中，只要遵循罗盘的指引，而现在他们还必须顺着自己原来的足迹走去。在几个星期的行程中，必须小心翼翼，绝对不能偏离自己原来的脚印，以免错过事先设置的贮藏点，在那里储存着他们的食物、衣服和凝聚着热量的几加仑煤油。但是漫天大雪封住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每走一步都忧心忡忡，因为一旦偏离方向，错过了贮藏点，无异于直接走向死亡。况且他们体内已缺乏那种出来时的充沛精力，因为那时候丰富的营养所含有的化学能和南极之家的温暖营房都给他们带来了力量。当初他们一想到自己所进行的探险是人类的不朽事业时，就有超人的力量，而现在他们仅仅是为了使自己的皮肤不受损伤，为了自己终将死去的肉体的生存，为了没有任何光彩的回家而斗争。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与其说盼望着回家，无宁说更害怕回家。阅读那几天的日记，是可怕的天气变得愈来愈恶劣，寒季比平常来得更早，他们鞋底下的白雪由软变硬，结成厚厚的冰凌，踩上去就像踩在三角钉上一样，每走一步都要粘住鞋。刺骨的寒冷吞噬着他们已经疲惫不堪的躯体，他们往往一连几天作不前，走错路。每当他们到达一个贮藏点时，就稍稍高兴一阵。日记的字里行间重新闪现出信心的火焰。在阴森森的一片寂寞之中，始终只有这么几个人在行走，他们的英雄气概不能不令人钦佩。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负责科学研究的威尔逊博士。在离死只有寸步之遥的时候，他还在继续进行着自己的科学观察。他的雪橇上，除了一切必须的载重外，
还拖着16公斤的珍贵岩石样品。然而，人的勇气终于渐渐地被大自然的巨大威力所消蚀。这里的自然界是冷酷无情的，千万年来积聚的力量能使它像精灵似的召唤来寒冷、冰冻、飞雪、风暴，使用这一切足以毁灭人的法术来对付这5个鲁莽大胆的勇敢者。他们的脚早已冻烂，食物的定量愈来愈少，一天只能吃1顿热餐。由于热量不够，他们的身体已变得非常虚弱。一天，伙伴们可怕地发觉，他们中间最身强力壮的埃文斯突然精神失常，他站在一边不走了，嘴里念念有词，不停地抱怨着他们所受的种种苦难。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他的幻觉。从他语无伦次的话里，他们终于明白，这个苦命的人由于摔了一跤，或者由于巨大的痛苦已经疯了，对他怎么办？把他抛弃在这没有生命的冰原上？不，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毫不迟疑地迅速赶到下一个贮藏点，不然从日记里看不出斯科特究竟打算怎么办。2月17日夜里1点钟，这位不幸的英国海军军士死去了。那一天，他们刚刚走到屠宰场营地，重新找到了上个月屠宰的矮种马，第一次吃上比较丰盛的一餐。现在只有4个人继续走路了，但灾难又降临到头上。下一个贮藏点带来的是新的痛苦和失望。储存在这里的煤油太少了，他们必须精打细算地使用这最为必须的用品燃料。他们必须尽量节省热能，而热能恰恰是他们防御严寒的唯一武器。冰冷的黑夜，周围是呼啸不停的暴风雪，他们胆怯地睁着眼睛，不能入睡。他们几乎再也没有力气把沾血的底翻过来，但他们必须继续拖着身子往前走。他们中间的奥茨已经在用冻掉了脚趾的脚板行走，风刮得比任何时候都厉害。3月2日，他们到了下一个贮藏点，但再次使他们感到可怕的绝望。那里储存的燃料又是非常之少，现在他们真是惊慌到了极点。从日记中，人们可以觉察到斯科特如何尽量掩饰着自己的恐惧，但从强制的镇静中还是一再迸发出绝望的厉叫。再这样下去是不行了，或者上帝保佑呀，我们再也忍受不住这种劳累了，或者我们的戏将要悲惨地结束。最后终于出现了可怕的自白：唯愿上帝保佑我们吧，我们现在已很难期望人的帮助了。不过他们还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咬紧牙关，绝望地继续向前走呀走呀。奥茨越来越走不动了，越来越成为朋友们的负担，而不再是什么帮手。一天中午，气温达到-40°C，他们不得不放慢走路的速度。不幸的奥茨不仅感觉到，而且心里也明白，这样下去他会给朋友们带来厄运。于是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向负责科学研究的威尔逊了10片吗啡，以便在必要时加快结束自己。他们陪着这个病人又艰难地走了1天路程，然后这个不幸的人自己要求他们将他留在睡袋里，把自己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分开来。但他们坚决拒绝了这个主意，尽管他们都清楚这样做无疑会减轻大家的负担。于是病人只好用冻伤了的双腿踉踉跄跄地又走了若干公里，一直走到夜宿的营地。他和他们一起睡到第2天早晨清早起来，他们朝外一看，外面是狂吼怒嚎的暴风雪。奥茨突然站起身来，对朋友们说：我要到外边去走走，可能要多待一些时候。其余的人不禁站立起来。谁都知道，在这种天气下到外面去走一圈意味着什么，但是谁也不敢说一句阻拦他的话，也没有一个人敢伸出手去向他握别。他们大家只是怀着敬畏的心情感觉到，劳伦斯·奥茨这个英国皇家禁卫军的骑兵上尉正像一个英雄似的向死神走去，
现在只有3个疲惫、羸弱的人吃力地拖着自己的脚步，穿过那茫茫无际、像铁一般坚硬的冰雪荒原。他们疲倦已极，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只是靠着迷迷糊糊的直觉支撑着身体，迈着蹒跚的步履。天气变得愈来愈可怕，每到一个驻藏点，迎接他们的是新的绝望，好像故意捉弄他们似的，只留下极少的煤油及热能。3月21日，他们离下一个驻藏点只有20公里了，但暴风雪刮得异常凶猛，好像要人的性命似的，使他们无法离开帐篷。每天晚上，他们都希望第2天能到达目的地，可是到了第2天，除了吃掉1天的口粮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第2个明天。他们的燃料已经告罄，而温度计却只在-40°C，任何希望都破灭了。他们现在只能在2种死法中间进行选择，是饿死还是冻死。四周是白茫茫的原始世界，3个人在小小的帐篷里同注定的死亡进行了8天的斗争。3月29日，他们知道再也不会有任何奇迹能拯救他们了，于是决定不再迈步向厄运走去，而是骄傲地在帐篷里等待死神的来临。不管还要忍受怎样的痛苦，他们爬进各自的睡袋，却始终没有向世界哀叹过一声自己最后遭遇到的种种苦难。凶猛的暴风雪像狂人似的袭击着薄薄的帐篷，死神正在悄悄地走来。就在这样的时刻，斯科特海军上校回想起了与自己有关的一切，因为只有在这种从未被人生冲破过的极度寂静之中，他才会悲壮地意识到自己对祖国、对全人类的亲密情谊。但是在这白雪皑皑的荒漠上，只有心中的海市蜃楼，他照来那些由于爱情、忠诚和友谊曾经同他有过联系的各种人的形象。他给所有这些人留下了话。斯科特海军上校在他行将死去的时刻，用冻僵的手指给他所爱的一切人写了书信。斯科特海军上校的日记一直记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记到他的手指完全冻住，笔从僵硬的手中滑下来为止。他希望以后会有人在他的尸体旁发现这些能证明他和英国民族勇气的日记。正是这种希望使他能用超人的毅力把日记写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篇日记是他用已经冻伤的手指哆哆嗦嗦写下的愿望：请把这本日记送到我的妻子手中。但他随后又悲伤的、坚决地划去了我的妻子这几个字，在他们上面补写了可怕的我的遗孀。住在基地木板屋里的伙伴们等待了好几个星期，起初充满信心，接着有点忧虑，最后终于愈来愈不安。他们曾2次派出营救队去接应，但是恶劣的天气又把他们挡了回来，一直到南极的春天到来之际，10月29日，一支探险队才出发，至少要去找到那几位英雄的尸体。11月12日，他们到达那个帐篷，发现英雄们的尸体已冻僵在睡袋里。死去的斯科特还像亲兄弟似的搂着威尔逊。他们找到了那些书信和文件，并且为那几个悲惨死去的英雄们垒了一个石墓，在堆满白雪的墓顶上竖着一个简陋的黑色十字架。在英国国家主教堂里，国王跪下来悼念这几位英雄。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所有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伟大的悲剧。